选手这个1v1啊，就是大家这个节奏现在进入了那个疲劳的状态。你们想看热闹吗？如果你们想看热闹的话，我组织一个热闹给大家看，好不好？好。就是自从薛兆丰教授来到《奇葩说》之后呢，一直以他独特的人设傲立群雄。 直到刘擎老师来到了《奇葩说》，两位教授之间一直有一些诡异的、微妙的、电光火石之间的东西。经济学它解释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好像用经济学一解释，大家都觉得讲明白了。但实际上好多问题，你穷追下去，它是没有讲明白的。所以经济学不是学术的皇冠吗？它是学科之一。哲学就是一门语言的艺术。我们今天决定把所有这些都摆到桌面上来。两位老师一直对我们开杠这个环节和1v1特别好奇。好看，人家有吗？管他有没有，就是非说有，所以我们特别成全他们。 我们请他们来进行一场1v1的开杠。来，两位导师台上请。加油！刘教授加油！加油加油！炸了！薛老师这个人就是特别诚恳可爱，在台下也这样，但他有些观点，我就是很受不了，我所以很想跟他battle一场。我觉得刘老师的锋芒没有蔡康永老师那么锐利。 所以我觉得还是好对付一点。好，谢谢。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现场啊！来，大家就坐，来看热闹坐稳了。这个两位导师，一位是哲学教授，一位是经济学教授。我们的题目呢就是。 学哲学和经济学，哪个更有助于找对象？让他俩反着说。哎，如果让他们俩反着说，就让他俩反着说。什么？反着说。反着说。对，就是说我要说经济学是更有利于找对象的。我要说学哲学更有助于找对象。对。看到为了赢怎么 diss 自己，太好笑了吧？准备好了吗？你们剪刀石头布来决定谁先开始。 一切都按照正规的原则来。你们也要投票？投票。投完我们就坐在那儿和坐在。对，坐在这里。教授请留步那个席。来，两位剪刀石头布吧。剪刀石头布。好。薛教授。好，我先说吧。先开先杠后结哈。好。我们对你们时间没有要求，红色投给薛兆丰教授。 蓝色投给刘擎教授。好，那我站在正方，你就站过去这样。薛教授的观点是，学哲学更有助于找对象。刘教授的观点是，学经济学更有助于找对象。我觉得这道题目对你们两位来说有点嫁祸于人的感觉。来吧，好，薛兆丰教授开始。好，我觉得学哲学更可爱，所以更容易找对象。学哲学的人为什么更可爱呢？第一，哲学能够让人很容易就变得看上去很博学，因为，因为哲学总是在抽象找规律，对不对？抽象找规律，这个我们学一下就可以 pick up， 就可以学到手了。而且呢，哲学只讲究证实，而不讲究证伪。他找一个事情能够说得通就可以了的，对不对？那这样就能够说过去，这样他很快就可以变成一个渊博的人，加上一些术语。第一点。第二，哲学。 他研究的是人跟自然对象的关系，所以呢，他更容易往自己身上扯，他没那么客观，所以呢，谁都可以用哲学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开脱，把自己说得很好、很完美，这样呢更容易打动对象，对不对？第三，哲学家最后没什么成果。
人了。学经济学的人，大家会说你学经济的，你再赚点钱啊；学化学的人，你说你搞点材料出来啊，对不对？你学物理学的，他们说你至少给我换个灯泡啊，对不对？学哲学的没有这个忧虑，他可以一事无成。太敢讲了，太坏了，太牛了！但依然跟他的对象说：“我成长的不是我的手艺，不是我赚钱的能力，而是我的思想。”所以呢，学哲学的人更容易招人怜爱和同情和原谅。所以呢，30岁、40岁当了哲学教授，依然一贫如洗。依然一贫如洗。导演还有没有时间限制了？所以呢，综上所述3个原则：第一，容易变得看上去很博学；第二，容易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开脱；第三，可以一事无成，而且于心无愧。所以，还差一楼，学哲学更容易找对象。火力全开。哦耶！刘教授冲！火药味儿啊！加油！加油，刘老师！加油啊，刘老师！反方哲学教授刘擎，我就随便多长时间开始。首先，薛教授他改变了辩题，不是学哲学更有利于找对象，他论证的是学哲学更容易当骗子。他借由这个辩题，把他长期积累的对所有经济学之外的人文学科的怒气全部发泄在这里。他最重要的是，完全误解了什么是哲学。这就证明他在经济学之外对所有人文学科了解的多么之少，也问心无愧。因为他刚才所有的描述符合苏格拉底说的 sophist 是什么？叫诡辩家，而不是真正的哲学家。好，现在驳斥了他的观点以后，来看看我的观点。为什么经济学家会更容易找到对象？虽然他们不容易保持对象，这个我再跟你说。他们是把所有的事情看成是一个市场，里面有机会、有成本、有效益，然后他可以画表格，比如说薛老师当初追求3个对象，他画出3条曲线来，然后机会、成本、收益，然后效益哪个最高，他 got it。上一场讲到前任，说你有多少个前任？好像说了30个、40个，对，80个，80个。你想想，骇人听闻的数字。所以，薛兆丰老师以他的历史完全证明了他的整个经济学是多么有利于收割对象。但是他们并不容易保持对象，因为保持一段有益的关系，你不能只是从计算的角度考虑。但是薛兆丰老师现在有很美满的家庭，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薛兆丰老师他自己具备了一种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深藏已久的哲学家的品质。谢谢。这是凡尔赛攻击吗？我觉得哲学和经济学我们不知道，但是凡学肯定有助于找对象。